52岁的王女士因为睡不着来求诊，过去半年来断断续续吃了有好一阵子的安眠药，自己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试了很多我教的方法，像是上支影片提过的建立睡前仪式、减少咖啡和光线的刺激等，也都没用。朋友都说他是完美主义的人，一直以来凡事都能够掌握的好好的，只有这个捉摸不定的睡眠，真的让他伤透脑筋。难道这是因为这样的个性才会失眠吗？今天我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失眠，我会跟你解释焦虑与睡眠之间错综复杂的恶性循环，以及一招不用吃药，在家就可以简单执行的方法，让你摆脱焦虑的困扰，每天都能睡个好觉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，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，睡得更好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我们提到帮助入睡的8大策略，都是实证有效的方法，但是很多人虽然很努力去做了，却总是觉得没有睡好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，这些方法是不是没用？或者我的情况就是比较特殊，甚至觉得自己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呢？大脑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？那这样再下去呢，会不会失智？结果越想越焦虑，就更加睡不着了。从影响睡眠好坏的3大生理机制来看，通常最为困扰的就是我们大脑的清醒系统，这是最难以控制的，因为你越在意睡眠，反而就会越清醒。为什么呢？这就要从大脑运作的原理来说明了。我们大脑运作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根据过去经验，对于外界不断变化的环境持续的预测，再透过预测产生行动。当大脑处在因果变化很明确的环境中，我们才会觉得安全。万一拥有的资讯不够多，不足以预测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又是我们在意的话，就会形成心理上的压力。例如，你刚吃饱，坐在办公室，因为老板休假，大脑预测下午也是处在一个岁月静好的时光，心情就会觉得很放松，趴下来一下子就睡着了。但是如果自己还在整理一个老板急着要的报告，已经过了缴交期限，心里就会一直七上八下，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会打电话过来催。这个时候就算让你躺着，你也很难睡着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给焦虑下一个定义：担忧加不确定等于焦虑。因为资讯不够多，无法预测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可能是自己不希望发生的，这就是焦虑的本质。还记得我们提到与睡眠品质有关3大神经生理机制的清醒系统吗？我们或多或少曾经因为某件烦恼的事情而睡不好，偶一为之，很可能第2天就恢复正常，不至于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时候清醒系统很明确，是因为某件烦恼来让自己保持警觉。例如明天要上台演讲，而预设值偏悲观的大脑就会假定明天的表现很可能会不好，甚至可能胡思乱想。如果忘词怎么办？会不会很糗？会不会被笑？光想着这些不确定的事情，不焦虑才怪，自然就睡不好了。说到这里，也让我想起来自己年轻时担任住院医师，半夜值班的情形。一般如果没有什么医疗状况，是可以去值班室休息睡觉的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类型。我是属于紧张型的，常常在床上，要不是睡不着，就是会有幻觉，以为身上的 BB 扣在震动，实在很羡慕其他医师，事情忙完回到值班室倒头就睡，真的是天赋异禀，太厉害了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测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、工作需要，经常必须保持警觉，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意外，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精神压力。或许一开始只是偶尔影响到睡眠的品质，但是当累积的次数够多，逐渐影响到隔天的精神状态时，这时候心理上的压力来源就单纯从工作内容本身，慢慢加上担心睡眠品质不佳这件事情，就连睡不好也成为压力之一。2种压力加在一起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后，即使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解除了，担心睡不好本身却形成一个很矛盾的长期压力。因为担心睡不着而睡不着，听起来很讽刺，是不是？那影片看到这里，你大概就可以猜到，
为什么失眠的病患即使来看了睡眠专科医师，也做了那些我建议的可以改善睡眠品质的做法，情况有时候还是不理想，就是因为这些人很可能都陷入了焦虑和睡眠的恶性循环了。综合以上的内容，我们可以这么比喻失眠的恶性循环：把睡觉当作考试，整个晚上都在担心考不好。失眠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当天晚上会不会睡不好。他们的大脑每天都处在某种情境，被2件事情卡住。第一件是担忧，我担心睡不好，睡不好会对身体不好，第二天精神会很差，等等不好的后果。第二件是不确定。今天晚上还没有到来，能不能睡得好是不确定的未来。明天精神会不会更差，也是未知数。对我们的大脑来说，只要有任何情境是重要的，而且是不确定结果，就需要打起12万分精神，维持警觉，确保没有问题才能休息。对于持续失眠的病患，能不能睡好，就是每天都要面临的重大挑战了。既然这样，越接近睡眠时间，他的大脑就会要求他打起全部精神，面对失眠这个万恶的敌人。仗还没开始打，大脑又会开始担心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半夜就起来，或是明天早上能不能觉得精神饱满？结果当然可想而知，这个仗还没开始打，失眠就已经注定获胜了。静观 mindfulness 也有人翻译成正念，是一种专注于当下经验，不判断是非对错，并且友善接受自己感受的练习。透过静观练习，可以学会更好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思想、感受和身体感觉，而不是试图改变或逃避它们。2013年有一篇发表在睡眠领域的重要期刊 Sleep 的结果，研究慢性失眠病患在进行为期8周的静观冥想治疗后，对于治疗失眠的效果。总共有56位病患被分成3组，分别是静观减压组 （Mindfulness-Based Stress Reduction，MBSR）、静观失眠治疗组 （Mindfulness-Based Therapy for Insomnia，MBTI） 以及自我观察组。研究比较经过8周的静观冥想后的效果，以及疗程结束后3个月、6个月的持续追踪失眠情况，成果令人非常振奋。减压组在8周治疗结束后，将近40%受试者有效；而在停止治疗的3个月、6个月追踪期间，仍然保持效果，甚至微幅增加到40%。静观失眠治疗组的效果就更令人惊艳了。8周治疗后，有60%受试者显著改善，而后续追踪效果更佳。3个月后达到了 71.4% 有效，6个月后更进步到 78.6%， 而对照组自我观察组则没有看到改善。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研究成果，显示无论在减压或是失眠治疗，静观冥想都有很好的效果，而且疗程结束后，不管是不是效果持续，或是受试者养成了静观的习惯，都能够在长期生活中维持很好的睡眠品质。研究中 ，MBTI 的操作方式是在一般治疗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中加入的 mindfulness 静观冥想的练习。完整的 MBTI 疗程是以6到8人为一组进行每周1次2小时，总共8周的课程。每个课程都以一段正式的静观冥想开始，然后治疗师会借由教学和引导来让患者做以下的几个心智练习：接受和放下。认清并且接受目前的睡眠状况，不要期望每晚都能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间。有睡着很好，睡不着也不是世界末日。太过执着反而会影响到睡眠品质。初学者的睡眠心态，大脑去想象每个夜晚的睡眠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保持开放并尝试不同的方法。旧的睡前习惯，像是在床上滑手机，就把它改掉吧。不过度努力，睡眠是无法强迫的，必须让它自然发生。如果真的睡不着，就到客厅用小夜灯看本小说吧，不评判。如果又连续几个晚上睡不好，没关系，别太责怪自己，要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。信任和耐心，相信你的睡眠系统正在恢复正常中，只要用对方法，持之以恒，人类的自我调节能力是相当大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老子讲的无为呢？
在台湾，因为睡眠治疗的量能不足，不容易找到能够执行 MBTI 的单位。但是没关系，透过我们频道的知识，你也可以找几个有相同困扰的朋友，组成一个好眠小组，彼此鼓励，并且分享经验。以下我再跟大家介绍几种基本的静观练习方法。注意呼吸，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坐下或躺下，关闭眼睛，开始专注于你的呼吸，感受你的呼吸从鼻孔或嘴巴进入和离开，感受你的胸腔和腹部的上升和下降。身体扫描，在安静舒适的地方坐下或躺下，从头顶开始，慢慢将注意力移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直到脚趾。当你的注意力移到身体的每个部分时，注意任何的感觉，比如紧张、放松、温暖或冷却。友善的观察，想象一个对象，例如一朵花或一个食物，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仔细观察它，注意它的颜色、形状、质地和气味，尝试以新鲜和开放的眼光看待它，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它一样。网络上可以找到许多这类型的静观练习，你可以找一个长度大概10到20分钟的影片，一边听一边跟着声音的指示操作。通常做了这些练习后，你的大脑就会很明显的放松下来，更容易入睡。但是最后还要给你提醒一件事情，静观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思考有没有效果，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被观察的对象，千万不要一边观察一边想着我的睡意有没有出现哦。那有人说，那数羊算不算？这就要看你怎么数了。如果一边数羊一边观察自己是不是开始想睡觉，这一定是没有效的，因为任何的批判与评估等于在检查大脑有没有出现应该有的睡意。这么胆小的睡意当然就躲起来了。我常跟门诊的病患说，女朋友不是追来的，是需要创造吸引她过来的环境与条件。睡意也是一样，越是刻意去追求，大脑就会全神贯注，紧迫盯人，一下子就把睡意吓跑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之后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呼吸顺畅、睡个好觉的影片。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